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捞力头测评。众所期待，这一款终于出货了，就是去年展会上 HT 开定的这一款《异形大战铁血战士：赤鬼武士》之前有一个版本这一款呢我们就称它为 2.0， 它一共有2个版本，一个特别版，一个普通版外包装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上面会有个特别版的标志，多一个头盔会场限定。然后在你预定的时候呢，它还会给一个2张小纸可以看到本次的主体2张照片，这边有竹谷龙之这边是鬼木佑二，背面也是有这一个线稿的一个样式，非常帅3方联名。这一款之前 1.0 的时候价格炒得非常高，现在 2.0 出货了海鲜市场的价格也是有一点水涨船高的样子。好，今天我们就来把玩一下。首先最外层的牛皮纸运输箱，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编号而且这一次的运输箱我感觉好像比以往的厚了一点点而且这一个非常沉。外包装之前网上有很多的一些开箱的照片我也看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外包装非常帅，我们就来瞧一瞧。它这次的包装也是非常长我们来直接打开看看，非常沉，直接给它倒出来。官方预定价格的话，如果是这个特别版是2780，哎呦，很重看上去有点木纹的这个感觉的一个包装。我们可以拆开看看。之前 1.0 我也没有买过，当时这个价格非常高所以望而却步这次 2.0 好好瞧一瞧。偷开看一下整个外包装的这个风格，我觉得很帅当中这一个还可以去旋转好，然后可以看到左边有竹谷龙之，右边有鬼木佑二的2个字样，顶部就是一个特别版的一个标志。然后再看一下侧面摸起来这个纹路特别舒服。这次的这个包装，来背面产品注意事项跟厂家。OK， 我们现在就来打开看一下。抽拉的时候它这一个当中的这一个会自动旋转，有点意思。这个包装最近开箱 HT 的东西，这一款是我个人觉得最有仪式感的一个包装直接打开，然后这边抽出这张峰会，里面就是这个内容物了，很大我之前就开箱过一个铁血战士这一款的话，我个人觉得是 HT 出到现在我个人最喜欢的几个之一。然后我们把这一张给抽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感觉是一张线稿之类的。我们一般不去破坏这个东西，都会慢慢的给它撕开但是感觉有点难我们给它抽开看一下。好来看这是什么它的说明书是这样的，头一次见是一张纸，像一本书一样给它抽开背面就是没有的了，这个我们稍后再看吧。然后看一下，应该是有2层首先我们的主体跟配件这个就是特别版的一个头盔头一个头盔，
哇，真沉啊，2层，第2层就是地台跟翼形，哇，非常帅啊。OK， 包装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就把期待的主体拿出来给大家瞧一瞧，究竟怎么样？好了，本次我们的主角就已经登场了。本次的主体啊，很重啊，虽然说它全身都是一个胶甲啊，但是它这个重量跟高度确实是非常不错。OK，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它这一刻出场的时候的一个头雕，这个头雕的涂装刻画，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包括一些细节方面，主要是牙齿这里，每颗都非常的精细啊，而且单独的涂装也是做的非常的不错。然后到了脸颊、眼睛，包括头顶这里，哇，这些细节做的是非常到位。然后再看一下后面的胶发，每一根胶发啊，它都可以去活动，而且涂装啊，就算近距离看也没有糊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像蛆啊。虽然说我没有1.0做对比啊，但是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网上的图，1.0跟2.0，就是涂装方面会有一些的一个区别啊，颜色。然后再看一下出厂的时候啊，脖子这里它本来就是套上去的，而不是一个配件。然后再看一下胸部的这些细节，涂装是非常不错啊，细节可以看到内部到了中近距离，我也完全看不出什么糊的地方，包括胸甲这里这一块，全是一些硬胶。包括软胶，所以不用担心啊，或者活动的时候会把它给损坏啊。实际上都是有一些的弹性啊，问题不大。手臂这里的话没有办法，因为它不是一个一体的一个包胶啊，所以这里的关节还是会有一些暴露。但实际上远距离或者是你摆造型的情况下呢，这一点也是啊无所谓了，我个人觉得。但当然，我个人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包胶素体。如果这里是包胶的话呢，我个人会更加喜欢。虽然说包胶啊，保留的时间不会太长，对吧？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右手的大臂甲这里啊，这一块出厂的时候它不是安装上去的，它是一个小卡扣。我们可以看到啊，直接可以拿下来。哎，啊，我觉得这个卡扣的设计的话，虽然说比较方便啊，但是如果时间长了，或者是经常去给它拆卸，会不会坏啊？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我个人觉得，如果是磁吸啊，或者是一个绑绳的话啊，直接固定的话，我个人会觉得更加舒服一点啊。这完全就是个人喜好。然后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手臂的这个细节涂装啊，也是做的非常不错。就算在灯光下啊，会稍微有一点油油的感觉。好，然后看一下背部，我们把胶发往上提一下啊，背部这个细节我个人非常喜欢，包括这里脊椎这里的一个甲胄刻画，包括左右两边做的细节都非常好啊。然后这里这一个屁股啊这一块的裙甲也是做的非常好。然后出厂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刀鞘就已经做在上面了。虽然说一个塑料件啊，但是可以看到在灯光下非常亮堂。然后这边啊是异形的一些战利品，它直接绑在了上面。这根绳也是真实的一个绑绳，材料摸上去也很舒服。切口面涂装也是做的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臂甲。小臂甲这里是可以脱卸的啊，你把手型给拆下来以后，直接可以套下来。然后可以看到旁边的这3根可以自己去活动。虽然说它是一个塑料件，但是这个做旧的一个涂装啊，然后这一个同色的一个涂装，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它不是非常薄
啊，但是开模会比较尖锐啊，把玩这些的时候要非常当心，不要嘎到手。往下，哎，这钢爪啊，而且可以看到小臂甲这个涂装啊，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马虎的地方，就算近距离看也没有特别的肉，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手型这里的这个手甲，它跟上面的这个分色啊，没有什么色差，这一点也是做的挺不错的。再看一下这边的臂甲，啊，也是可以脱卸。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往下看，下方的这个裙甲，虽然说它是一个软胶件，但是它的涂装每一层，就是我刚拿出来的时候啊，会感觉哎，难道它是真的做了一个甲胄吗？看上去涂装非常精细，然后拿到手上啊，原来是一个胶甲。不管是这两边啊，涂装都是非常可以的啊。就是这里面的这一块啊，如果近距离看的话呢，线条这里啊，勾线呢会感觉有一点点糊。下方的这条裤子啊，裤裙。我觉得也是做的非常好的地方，摸上去就感觉是好像啊穿了很久，不管是这个污渍啊、褶皱啊，包括下方的这些破损，都是刻画的非常好。再到背面这一块，这款作品我个人觉得，虽然啊我不是铁血粉啊，我虽然说电影我都看过，但是以前都是觉得一般，但是这一款拿在手上啊，起码我个人觉得这一款是我今年心目当中的10佳之一啊，因为我没玩过1.0啊，直接拿上手2.0的话，然后可以看一下腿部的这一个细节啊，干巴的这个皮肤啊，肌肉线条做的非常不错，大腿也是有旋转的一个空间，关节也是比较紧的。然后看一下小腿甲，小腿甲的部分，除了当中这一块啊。脊椎型的这个涂装感觉稍微有一丢丢的小糊，但是其他方面啊，包括这里摸上去的质感都非常不错。膝盖这里这一块是一个软胶材质，然后再看一下脚部，底部鞋底的这个金属质感也有刻画出来。整个的这个感觉啊，大家看一下背部。都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它的脚部关节啊也是可以看得到一些机构啊，但是因为有这个小裙裤的一个搭配啊，所以基本上看不出来，关节而且挺紧的。整体的感觉，我个人觉得9分的作品啊，绝对是9分的作品，很帅。这边包括肩胛这里的啊，这些环儿都是塑料件，不是一个金属件。中间这一个绑绳啊，也是一个软胶件。OK， 然后我们进来看一下它的可动。可动方面的话呢，看样子就知道啊，不是特别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的可动。首先它的脖子跟头不是一体的，所以头部的这个可动实际上是360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波动的时候，当心它的焦发。抬头幅度不是特别高，低头幅度是非常可以的，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看一下，很不错。侧头都有，没什么问题。然后手臂这里啊，在我把这一个拆下来的情况下，抬手的幅度实际上很小啊，因为这一块啊，特别是左边的这个肩胛基本上是固定死的。所以它抬手的距离不是特别的高啊，反而右手会稍微高一点啊。如果你脱下来的以后，差不多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边的话呢，你强行掰的话也可以，但是我个人不大建议，因为很怕这个肩胛会损坏啊。螃蟹手的话几乎是没有的，往前，哎，能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保险起见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你要硬往上还是可以的。往后一样，活动空间还是可以。然后手臂也有一点点的一个前倾，但不大。
手肘方面来看一下，关节非常硬啊，把玩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力，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了，90度都不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点干涉了，所以没办法了。大臂是没有任何旋转空间的，我尝试过很多次啊，没有。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啊，几乎是没有啊，胸腰可动就没有啊，没办法往下掰，看到吗？因为它这里是一体的一个胸腰部分啊，所以你想往下掰，只能靠屁股这里的一个关节可以往下抬，但是整体的这个胸腰就没有了。左右幅度是有的，活动空间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侧腰也是没有，往后也是没有。所以这个胸腰的可动啊比较灾难性。然后看一下腿部，首先我们看一下劈叉，劈叉很大啊，非常大，直接是关节素体的这个可动。前踢啊，因为是胶甲，所以掰的时候可以放心，90度不到啊，这样就会往下掉了，因为它腿还是比较重的。膝盖部分。哎，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啊，这里已经干涉到了，没办法往下掰了。大腿旋转是有的，但是不大。脚左右幅度很小，一丢丢前后啊，所以说你要去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造型的话呢，这是没办法的，做不到啊。普通的站立性，如果你是没有装地台的情况下啊，也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可以站上去。然后它这一个下方的这些都是没有造型铁丝的啊，没办法去摆一些大面积的一个造型，整体效果还是不错啊。我个人觉得这一款作品，我内心当中是非常满意的啊。现在 OK， 主体方面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大家当然是关心它的配件，特别是异形，对不对？这一款配件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OK，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本次作品的配件。OK， 配件都全部拿出来了。当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明书。首先我们拆第一页啊，可以看到顶部的这个嘴型替换啊，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大了，很不方便展示。虽然说很有意思，这个说明书啊，然后手部的这个可动啊，可以看到这边说明书上只有抬50度啊，但实际上像我刚刚的话，抬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好，然后脚部啊，可以看到啊，说明书上给的这些活动空间都不是很小啊。接下来普通版的这个头盔头的一个安装。好，然后下一页，从底部开始看。首先，这个武器的肩炮，还有这个爪子，下方就是一个头雕的异形头啊，插进地台的一个方式。然后异形的一些其他配件啊，安装方式。上面是武器对应的手型啊，这边是安插武器的一些位置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上面是一个面罩。一个替换方式。好，下一页，看下方是特别版的一个头雕的安装方式啊，然后站立地台的一个位置啊，上方就是地台的一个安装方式，一个夹腰支架啊，然后武器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就这么多。就这本说明书的话，就这个纸啊，很容易褶皱。一翻就有点皱，把它放一边。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手型。首先，一对握持武器的手型，手型给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啊。主体方面的话呢，是一个握拳手，这是握持武器的手型啊，手型刻画的没有毛病。众所周知 ，HT 对于非人类的这些人物的刻画啊，做的都是没什么毛病。指甲也是做的很细，啊，然后一对造型手，啊，它这个爪子也不是特别尖锐啊，没什么问题，因为是个软胶，掌心也做的不错，好，然后最后一个握持异形头雕的一个手型，啊，就这边的一个合模线会有些明显，但问题不大。
好，首先看完了，再看一下这一捆武器啊，直接是背在背后的，绑绳是真实材料啊，当然这几把都是没办法去拔出来的啊，都只是一个装饰，没办法拔。如果真能拔出来的话，那哇，会更加惊艳啊！整体刻画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一个软胶，全是一个软胶材料。这边都是一个塑料，但是可以看到啊，刀鞘的一些细节都没有马虎，做的非常不错啊，只可惜啊，不能拔出来。好，接下来到了这一把，这是我比较意外的啊，因为它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合金材料啊，而且不是一个塑料的了，开模也是比较锐的，可以看到这个灯光下非常亮。剑柄啊，刀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刻画的很到位，很舒服啊！啊，终于给到了合金武器，很趁手，很重。但是我不知道 1.0 是不是也是合金的啊？这一点我倒是不清楚。好，然后下一把，哎，这一把就是塑料的了，因为它上面需要更多的涂装啊，如果塑料我也能接受。啊，砍了异形的头以后，这把武士刀被腐蚀啊，上面还有一些组织液，做的非常棒啊，包括这里，哇，这一把是非常不错，就是因为这边啊是有一个特效键外加战损的一个武士刀，所以很薄，特别薄，把玩的时候真的要当心啊，不要掉地上或者是硬掰，这个就很容易断，把玩要小心。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头盔。首先这一个是，如果你买普通版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头盔，上面是一个磁吸，安装起来应该挺方便。里面依然是给到你一个防剐蹭的海绵垫。我们来看一下啊，去把它给组装看看，是一个什么效果。首先我们把主体拿出来啊，根据说明书去安装，来试试看啊。首先这里的话是要从后面套进去，是吧？说明书上应该是后面套进去。哎呀，装这个头盔头啊，还是有点麻烦啊，要非常当心。我来研究一下啊，要从这里给它扣进去吧，应该是啊。稍等，我们还是得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像这种，如果你没有买过 1.0 这个版本的情况下呢，就是啊，需要去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啊，它就是这样去扣进去的。但是这个我感觉很容易断啊，非常危险。如果你直接从后面滑进去是滑不进的，要给它掰。但是这一个塑料件啊，它没有什么韧性啊。说明书是直接让你这样去卡进去的，但是好像卡不进。这一边是很好卡的，但是这一面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啊。这个我们稍后再尝试。顶部的话很好吸啊，直接卡上去就可以了。看一下涂装，战损的痕迹也是有的。就比较薄，比较脆。好，然后面罩，这个是对应的这个，也可以直接，但是你需要把它的一些配件啊给替换一下，才能戴上去。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特别版的这个头盔头，它搭配的是应该是黑色的面罩吧，还是黑色面罩也是有的，实际上就只给了这个头。这上面这一个很容易坏啊，很薄啊，安装的时候要当心，可以先把它取下来啊。说明书上因为是先把它取下来的。
上面整个的这个细节，铜锈、战损，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是一样的，就整个的这个细节涂装是完全不同的。单这一个特别版啊，就要比普通版现在这个市场价要贵出400多啊，所以这个就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欢这个了。如果无所谓啊，买个普通版也可以。好，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武器肩炮啊，涂装细节没有什么问题，一个球形关节直接卡在这边，卡在这里的，可以去可动，其他的一些活动就没有了。细节做的还行。好，然后就是替换的这一个2个牙齿，直接去给它抠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而且这个实际上你装上去了以后非常严丝合缝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我们来换一下，看效果。拔下来了以后，它的嘴巴还能张开啊，可以微张。这样的话呢，可以省去啊一个脸部，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左右不要插错，看看应该没插啊，应该是插对了。哎，再把它嘴巴稍微张开一点，哎，这个面罩更帅。但是我个人展示的话，肯定是放头盔头在上面的，2个不同的配件。好，主体我们放一边，接下来再看一下，哎，来了，被砍了以后的这个异形的后半段头，内部细节都有刻画，非常舒服啊！而且这个切面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组织液的啊细节很满，就算近距离看也没有任何问题。一个软胶的一个材料，脖子这里都没有问题，包括后脑勺，很长啊！哇，整个这个细节真帅。好，然后下一个前面这一颗异形的这个主头啊，里面的这个骨架也能看得见，切面也是跟后面一段一样啊，都非常涂装非常的恶心，非常的细。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可以跳过这一段。嘴巴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段啊就是直接配合手型拿在手上的，没有任何问题。好，然后剩下来的一些配件呢，就是地台方面的一些配件了。啊，一共是1、2、3、4、5，一共是5个。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我们的这个地台，异形的半截身体。这地条就比较重啊，很重。底部没有任何的这个细节，就是一个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碎石啊，组织液，还有可以看到这里武士刀的一些碎片，应该是啊融化了以后啊，整个的异形的身体、爪子刻画的非常到位啊。我们来尝试把这些配件装上去啊。这不看说明书的情况下，你按照这个口子也能装啊。我们来试试看啊。能不能装上？按照它这个形状就行，装进去还比较紧，比我想象当中紧。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差错啊，没问题。一开始以为比较紧啊，一点点的去安装，差一点点实际上也行。来看一下这2段。反正你左右分叉开来就行了，不看说明书也能安装，比较简单。啊，然后最后这里我稍微不趁紧了啊，就稍微这个样子。最后头，哎，整个地台就完成了。我靠，装上了以后更重啊，非常恶心。它跟这里的这个组织液就完全的闭合了。对吧？太帅了，这个地台细节很到位。这里就是安装这一个透明支架的，就是背后这个脊椎
啊，如果近距离看的话，会稍微对吧？我就不多说了，但整体细节还是非常不错的。OK， 铁血的这个位置啊，两个脚的一个站立的位置，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啊，时间关系我就不直接站上去了，就是差不多得了。啊，整体的这个效果，我觉得，本次铁血绝对是我心目当中9分的一个作品，非常非常满意，很好的一个东西啊！今年我的年度10佳绝对有它的一席之地。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特别版的，虽然说只是一个头盔的一个差别啊，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很帅。之前开定的时候也很多网上的兄弟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头盔无所谓，去买这个普通版就行了。出货了以后啊，但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可以要冲特别版，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看你后续自己的情况来定吧。我个人觉得还是特别版比较好，但是现在的价格稍微有点高啊，大家可以等到所有的货全部出完了以后，你再考虑要不要用。特别版的话呢是限量600个，所以之后大家再瞧一瞧。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